灵魂大我，我们的灵魂大我非常巨大，比宇宙还大。然后它在下面的每一层天，每一个不同的维度，都会分出它部分的它自己去学习、体验、感受下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。因为上面的世界创造下面的世界，下面的世界创造更下面的世界。我们人类是最小的，我们是最高最高的灵魂分出去的其中一个小灵魂。我们来说灵魂大我，因为他想要知道下面的物质世界是怎么一回事，他想要下来，可是他很大，他不用下来，他只要投影出部分的他自己到下面代替他，然后就分出一个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他自己，然后就出生在那个境界了，然后在那个境界感受体会，等到那个境界的他自己死了，灵魂回去他的本体，就如同感同身受，你知道吗？就变成他的记忆了。其实分出去的时候，他已经是独立的个体，但是他又可以回来变成一个生命，或是那个什么无敌铁金刚，他不是可以分出去独立的个体，他就真的是独立个体哦，他可以选择独立了，不要回来，他又可以回来组合成一个生命共同体，就好像那个什么变形金刚6个组合成一个。其实我们的手都有他自己的意识，脚也有他自己的意识，大脑也有他自己的意识，我们身体的每一个器官都有他们自己的意识，它只是组合成一个人体，然后由我们这个意识来管。其实我们是生命复合体，所以当大我分出无数的小我，在不同的下面的境界去体验、学习、感受的时候，他到时候可以回来，灵魂大我变成他的一部分，然后真的感同身受哦，下面的世界原来是这样的啊。然后你也可以独立出去，不回来了，就是完全自由。我们人类是上面的灵魂分下来的。冥想河流的练习吗？当你冥想，你变成河流的时候，那个河流流水的姿态、水花事件啊，然后被污染的痛苦啊，你真的感同身受。我们人是可以感同身受别人的苦、别人的快乐的。当我们去感受变成别人的时候，我们是分出我们部分的意识去变成那个人，所以那个人的感受你是知道的，但是只是部分的意识分出去，你的本我还在这里，所以意识其实是可以分出去的。有点像那种水库的水，然后分出无数的支流给家家户户、万家万户来使用，又很像一个频道的主频道，然后分出好多个支流给下面的人来使用它的频道，像那个无线网络啊，无线网络不是可以提供给好多人吗？那些好多人就是他的支流，也就是灵魂小我。但是它主频道就是灵魂大我，意识是可以分流出去，同时又保有它自己的。所以灵魂大我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分出去不同的他自己，去不同的境界来体会、来玩。然后其中一个物质世界，它当然也有分出去他自己来物质世界玩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面灵魂大我分出去的无数小我的其中一个我，我们被分来物质世界来体会、来玩、来感受物质世界是什么。赛斯说，你的灵魂决定了你的出生，还有你出生的父母、家庭背景、你的个性、你的血型。你的父母当然决定你的血型，血型决定了你的个性，你的出生月份决定你的星座，星座也决定你的个性，所以你的个性是你自己选的，是你的灵魂选的，你的灵魂就是你呀。因为物质世界的游戏规则是要忘了你自己原来是谁，从零开始，而且要跟原来的灵魂大我切断联系。
但是灵魂大我一切都知道，每一次的死亡，你的灵魂都知道，而且什么时候死，用什么样的死法，都是你的灵魂决定的。你的灵魂就是你呀，身心灵当然是灵魂老大说了算，人类小我反正它都是你，所以是你自己决定了你的人生，你的出生、死亡，你的父母、生活背景，全部都是你的灵魂，也就是你选的啊。我讲完了，谢谢。